干嘛？不是啊，我这只手最近啊举不起来啊。哦，我知道50肩。你不要乱讲，我今年49，什么50肩？年轻人呢也可能患上50肩的。你确定吗？不确定，所以请来了专家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好好了解一下俗称50肩的肩周炎。为什么会出现50肩？是不是50岁及以上的人才会有风险呢？听说痛更应该动，不动则更痛，为什么呢？中医的温针灸你听过吗？有什么好处呢？还有医生的拉伸运动示范，以及50肩的治疗方法，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哎哎哎！哦，这样。Yes。你的手没事啦？哦，没事，他们呢刚才给我的那件衣服比较紧，所以现在换了一个同款大号的，所以现在就好了，没事了。很好。我在想哦，今天我们的2位嘉宾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？哎呀，问一问就知道喽。来，欢迎骨外科张怡红医生、潘玲玲还有姚文龙，欢迎。来，欢迎，来，请坐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我知道玲玲啊，常常打高尔夫，是那个姚文龙偶尔也打，是对。想请问你们有没有50肩的问题？对，其实我没有啦，文龙有吗？我30多岁的时候肩膀有痛过吧，我不知道说50肩，因为他们说50肩可能50岁过后才容易换嘛。现在50岁过后反而 OK。哇，那你是不是有受伤过打球啊？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打篮球。以前打篮球的时候反而没事，我是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痛。后来我停止没有打了就没事了。那么我们进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医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叫50肩？是不是50岁的人就有这个问题呢？通常是发生在50岁，那么反而女性比较多哦。对，为什么女性比较多？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吗？医学上面也没有办法断定说是不是荷尔蒙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。然后有其他的风险，就包括比较少动的人，像中风过啦，或者是有手术过啦，那么少动，那么也就会造成这个50肩的状况。因为你痛，你就不敢动，那么你不动呢，那就跟着说多了这个肩周炎，那么肩周炎发生了就越来越僵硬，越来越疼痛。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，比如你有糖尿病啦，或者是甲状腺的问题呢，也就有比较多的危险性会患上这一个50肩的问题。比如说妇女呢，好像一些家庭主妇啊，她们每天就做同样一个家务，就好像是扫地啊、抹地，你看都是在用这个肩膀嘛。对，那每一天呢都做同一个姿势，或者是长期累积下来，会不会造成50肩？也不一定会造成这个50肩，但是很多家庭主妇都是50岁嘛，那么50岁呢，他可能已经患上这个隐形的这个50肩，就是说其实呢，他就把50肩呢当作是因为他做家务造成的，而其实他真正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已经患上50肩了，造成他做家务的时候非常的困难，比如他扣不到衣橱上面的东西啦，或者是晾衣服也成问题啦，因为举手拿不上来啊。家庭主妇做这个家务嘛，都是重复性的一直做，所以也会造成呢老化，那么造成其他的原因，比如骨关节炎，还有肩袖肌腱炎，这一些呢也会导致就是疼痛跟僵硬，所以你就以为这个是50肩。听说50肩也有分不同的阶段的是吗？对，它其实有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疼痛阶段，那么主要是痛，反而没有什么僵硬。OK。第2个阶段呢是冻结的阶段，冻结阶段呢就反而是僵硬，痛呢反而会慢慢的减少。对。那第3阶段？第3阶段就是解冻的阶段，那么就是它越来越松回来，就好了。对，它就逐渐的恢复。所以就是说它会治愈。对，其实是会治愈的。对，我们叫你来做么？它会自己好，但是通常要3到5年的时间。它的痛是怎么样的痛？是那种剧烈疼痛，还是有酸，还是会麻？主要是酸痛，而且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的痛。比如你右边疼痛，没有办法睡在右边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没有举手，没有什么，它也会不同的酸痛。对 ，OK。那是整个肩膀都痛呢，还是范围会是？几乎是整个肩膀都痛。一定是右边。没有，不一定，有时右边，有时左边，所以它会侧面也痛，前面方也痛，后面也会痛。这边胸前也会痛。通常是手臂，还有前边，还有后边跟侧边。所以它痛的这个部分是除了这边之外，可能背部这边也会。对，这样也就是说晚上睡觉也是有一定的困难。对。
会不会有些人会怀疑，因为手臂痛、背后痛，就可能怀疑到别的疾病去了？有时候经常有牵连的就是颈椎的问题，也会造成这样。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呢，就要断定这个是肩膀的问题呢，还是颈椎的问题。像图片这种就是所谓的50肩了。对，所以你看它红色的，就是它痛的部分，前方、外侧还有后方都会疼痛。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她的一些动作咯。对，如果女生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扣。对，女生最困扰她们的就是扣不到这个内衣，即使你爬仰都有问题。这样子这种痛的话，他运动的时候也会跟着痛。她连运动都有问题，因为这样就完全不能运动了。对啊，非常的疼痛啊。OK，因为最近我冲凉，因为我冲凉是有擦身体的啦。啊，你看我这只手，我用这样擦这个背是 OK 的。对。可是如果用右手，我这样拉，我这边会痛。可是有些时候，因为这56年来都擦得很顺嘛，然后有一天突然间这样，哇，整个好像是痛到真的不行，这个是属于第一期啊，这个可能是第一期。那我要继续这样到5年后才会自己好。3年啊，3年，3到5年，3到5年。哇，所以是有办法治的嘛？这个时候有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跟你请教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就是50肩的一个为什么会痛的一个主要病因，对不对？对。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关节是非常灵活，我们身上最灵活的关节就是这一个肩膀。OK， 对，但是因为它非常的灵活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因为你很灵活的话呢，它是很不稳定的一个状况。很不稳定的状况呢，它就要有一个这个黏膜来包住它。OK，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过差不多50岁的人老化了之后，它这个黏膜呢就开始的僵硬了之后，它是僵硬还是磨损呢？它是僵硬，就好像我们一个塑胶签嘛，哈，说如果是你塑胶签新的话，它有弹性，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塑胶签丢在太阳上面晒了一段时间，它就硬化了，你拉也拉不动它。就像我们的这个关节，它冰冻了，它冻结了，没有办法动呢，你就完全这一粒球就没有办法扭动，就非常的不舒服。更重要的呢是它会疼痛。那我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来看看我们有没有50肩？有啊，所以你看很简单，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自测一下啊。对，好，首先很容易。第一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挤上来，挤到高，挤到完。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，就一高一低。对，挤不到完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向外这样挤上来。如果没有问题呢，你也可以挤到完。对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好，第三个呢是投降，就这样。如果你有问题呢，你就拉不到后面。第一，第二呢，你可能拉不上来这样。对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外翻，所以你就变成这样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明白了，招财猫有这个问题。他一直讲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转过身来，这个手呢拿不上来。如果你没有关节的话，你可以一直指到这样上来。但是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可能就到这里而已，就完全不能够拿上来。对。上不来，上不来。所以这样就是很有可能，很可能是初期的50肩。医生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方便拿 MC 啊。不要呼吸，我们还需要你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肩周炎的话呢，就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。是的，那么广告过后，我们也会请中医师呢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，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肩周炎的知识。我们稍后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今天来到节目中分享保健知识，欢迎你。是的，那么我做这个保健节目这么久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食疗啊是有鸡翅膀。那除了鸡翅膀，还有其他的食材吗？还有黄芪9克，补中益气；白芍9克，养血还筋止痛；还有生姜18克，红枣12枚。这整个食疗方中，实际上有2味引经药，一个是鸡翅，因为中医有以形补形之说，所以我们加入了鸡翅膀。另一味就是桂枝啦。桂枝温经通阳，它可以主我们左边的肩膀痛。如果有右侧肩膀痛的，我们还可以加桑枝。所以这道食疗是怎么做的？鸡翅可以根据情况，如果我们是以食疗为主，鸡翅就加多一些；如果是以治疗为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药材的分量9克加的更多一些。
然后取一个容器，洗净之后，将所有的食材放入，然后没过食材稍微多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用大火煮开。小火慢慢的煮45或是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哇哦！所以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码呢，就可以获取食疗的制作细节了哦。来，各位，请品尝，不用客气。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啊？这个食疗不但50肩的人可以吃，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吃的，因为它里边的几味药物药性非常平和，平时吃可以补中益气，提升我们的免疫力，预防肩周炎的发作了。哦，那如果是不同的体质的病人的话，他的吃法是不一样的吗？是的。因为在临床上，我们可以以这个方子为基础来添加药材，例如有血液循环不好的，有气血不足的，还有感受风寒湿邪的，我们都可以酌情加减的。哦，那医生，我想请问你，中医是如何解释患者大多是女性的现象呢？中医有一句话说：“女子年40而阴气自半。”就是说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到40、50岁接近更年期的时候，我们阴血耗损会相对比较多。如果与同龄的男性比较，那我们更容易感受风寒湿邪而发生肩周炎。明白。来，怎么样？文龙刚才吃了之后，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？很清甜，它不会有那种很腻的感觉，它很清甜。对，是啊。鸡汤我感觉会很浓郁的，对可是其实它没有这么浓郁。是的，比较淡的。可是喝起来感觉，其实配碗饭也不错。那不知道今天医师有带白饭来？我们现在还是很好奇，不知道西医方面又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哦？好，我们马上去了解。那医生，如果说有这个肩周炎的话，有什么治疗方法呢？有啊，最基本的是吃药嘛，就是消炎跟止痛的药。或者呢，也可以考虑用粘贴的，就膏药嘛。然后呢，打针。打类固醇进去，因为类固醇是消炎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就直接打进关节里面，然后要靠物理治疗，要去学习做怎样的治疗，然后在家里一定要做。那么做了这些再不行的话呢，那你就要考虑做手术了。其实有2种手术，第一种呢是没有正式性把你的关节打开来，那么但是需要全麻，然后呢我就会直接打类固醇进去你的关节 ，OK， 然后用强力的把你的这个僵硬的手臂呢掰开来。对，就是说完全没有开刀，就像你看这样子，对，强力的掰开来，脱臼这样1-2%的危险性，反而不是脱臼，而是你的骨头给我掰断。哎呦，哇！所以这个手术之后呢，还需要去做物理治疗吗？还是已经好了？当然需要去做物理治疗。OK， 我不要这个，有没有别的 choice？ 有别的选择吗？别的选择呢，就要正式性的做手术，就做微创的手术。微创就开2个小洞嘛，就好像锁匙的洞，然后进去呢，用一个热钳的剪刀呢，把那个粘住的粘液呢剪开来。对。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会疼痛吗？它慢慢会减少。对，慢慢会减少。把这个主要还是针对到后期整个僵硬了之后，对，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手术。是。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请到有肩周炎的这个患者来到现场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欢迎青英。青英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是出现了怎么样的状况啊？你才去看医生的呢？有没有什么症状？我这边上臂开始有一点痛。是。那么我就自己按摩，按摩2-3个月还是痛。OK。那么它的痛就越来越严重，就去后面，在这边好像有针一直痛那个地方，好像一直在刺你，在刺你这样。对。OK。它就慢慢的下来 elbow。从手臂到背后，然后最后是到大拇指，大拇指会一点麻木。哇！我的手如果放这边的话，要 zip 我的衣服的时候就很难。这样的情况是维持多久？你才去就医？2-3个月吧。哇，2-3个月，你没有想过说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疼痛呢？可能因为我是拿那个 laptop 工作，所以早上拿，那晚上回来也是拿，那么又去买东西，拿那些 shopping bag 全部都可能太重了。就是一直在用左手拿 laptop，每一次用左手。所以你拿东西什么 ？Everything is left hand。Mostly left。
OK，他是觉得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才有疼痛。会吗？请问一下医生。没有真正的根据。不过当然，你如果同样的手一直用的话呢，那么有可能就会就是造成这个肩周炎的问题。对。对。那你家里除了你，还有其他人有这个问题吗？我的妈妈也是有，比我更严重。因为她拿米5 kg 的米，那么拿起来太重了所以觉得很痛。那么她就去做 MRI。OK。那么他们说那个 torn ligament 很厉害。是有可能遗传的吗？这个？似乎有一点遗传的因素或者基础，因为一般你看啊，如果是家庭里面有人有这一个问题，那么经常就是说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有的话，你有4倍的这个几率会中这个肩周炎。对。那如果说家里有肩周炎的这个病例的话，那有遗传，那得到肩周炎这个问题会不会年轻化？也没有看到说有年轻化，也是差不多在50岁左右。如果你家庭有这个历史，那你就要小心。你开始有疼痛，那你就最好看医生。OK， 对。好，其实青衣是李医师的病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请问李医师，他目前是在接受哪一些治疗呢？目前青衣所接受的治疗就是口服中药，舒筋活血、补益气血，还有温针灸，另外还有拔罐。拔罐也有帮助，有帮助血液循环，解除这边的紧张、粘连。青衣在家也是有做辅助运动来帮助康复的。那刚才李医师也跟我们提到温针灸哦，那等一下就请李医师为我们做个示范。没错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的张医生也会教我们如何预防还有缓解50间的运动。好，我们稍后再见。好，医师，现在这个青音的整个肩膀都是你的，不用客气，请慢用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示范这个温针灸，对吧？是。对。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消毒嘛，对不对？青衣，你放松了。放松哦，不要紧张。我们今天取的穴位是肩三针加臂脑穴，这种叫目前选的穴位是叫局部取穴，也叫循经取穴。平时的针灸除了近端取穴，我们还会有远端取穴。因为今天是在现场，所以我们只是局部取穴。局部取穴的目的就是疏通局部经络。有人喜欢针灸的吗？有啊，很享受是吗？我喜欢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。过后你会觉得整身非常轻松。我们今天的温针灸除了针刺之外，我们还会放艾灸。艾灸就是艾草压紧贴断，然后放到针柄上。然后我们点燃，让它的热能通过针柄、针体传达到经络，也就是肩关节的内侧组织，以起到舒筋活血、通络的效果。这个针会要留多久呢？一般留25分钟。你还在吗？对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？会烧烧还是很舒服？一点烧烧，不会烫。那你现在目前为止，青音已经做了几个疗程了？总共有4个疗程了，就是做了4次。然后有改善吗？有啊，现在我放我的手到后面不会那么的痛。这很厉害呢。而且这边没有麻痹，没有麻痹了。是这个疗效非常好哦。好，谢谢青音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。那在医生还没有教我们这个拉伸运动之前，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？最后一样东西要讲的呢，就是说重复的几率会不会很高？就是说你中过一次，会不会再中？那么其实呢，同一边再中呢，其实是不高。但是另外一边你要小心，就是说你左边中过，可能右边5年内几率会发生。对，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你另外一边的对的运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我们做适当的运动呢，会减轻这个复发几率。那么接下来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啊，拉伸运动可以。来，好，我又要来受苦了，来，好开心了。我们需要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比如我们右边有问题的话呢，就右边举不起来嘛，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左手慢慢这样的提高上来，对，提到痛为止。痛了之后呢，你就算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，再放松。
然后又再拉高上来，又再算到5000，就5秒就对了。 OK， 对，疼痛怎么办？也要练啊。所以就是讲说你痛的话，你更应该做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动作嘞，做我们前面的拉伸，那么我们就把手放到后面去。他们可不可以坚持硬去让它痛去拉？其实是要有一点点疼痛是好才有效果，不然是没有效果。所以你痛的时候你再拉，然后再忍一下，算到5秒钟再放松。哎，我帮你要不要？不要，你别多管闲事，你站好，我放一只手可以吗？第3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你拉不到第2的话，你就可以做第3。那么你如果拉得到第2，你就不需要做第3了。好，然后第4个呢就拉这个，这个呢就拉我们的后面。就这样拉，然后算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，再放松。OK， 然后换手过来，这样拉。对，哇，对，哇，反正这样没事哎。对，所以请问医生，你刚刚推荐的几个动作啊？每一组要做几次呢？做差不多10次左右，然后呢早晚都要做。 10次还好了，以后不是花太多时间。是的，要记得多做。好了，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医生教我们这些拉伸运动啊。哎，是的，其实呢，保持正确的姿势啊，对于避免50肩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那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如果有一些动作你是惯性的话呢，你可以试一下用2只手。 交换来用哈，对，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大家学到的这个伸展运动呢，在家里一定要多多练习哦。是的，特别是我是吗？对。好，那么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张医生，谢谢，还有我们的李医师，谢谢，当然还有潘玲玲，还有姚文龙，谢谢你们。那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同样会有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拜拜拜。